兄弟，你会选纺车轮吗？轮子如果没选对，不仅让你的饵抛不远，还会脱钩跑鱼。本期视频通过纺车轮的线杯型号、速比、卸力多个维度深度分析，耐心看完会让你清楚的知道什么样的纺车轮最适合你。轮子上的这一串代码看着很长，但不要被它吓唬住。分拆之后，你会觉得其实非常简单。先说这个线杯型号，可以理解为型号越大就可以上更多的线。那深杯和浅杯应该怎么选呢？1000型和3000型这两个型号同样是0.6号的 PE 线上100米，上完之后区别是这样的。这样的状态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纺车轮的出线原理是抛投时绕着线杯口出线，线杯内的线离线杯口越深，出线时在线杯口的摩擦力也就越大。如果你的线没有上满，会非常影响你的抛投距离。把线上满，减小在线杯口的摩擦力，就可以大幅提升你的抛投距离。除此之外，线杯容量相同的情况下，线杯的形态也是有区别的。这两个型号都是0.6号 PE 线100米上满线杯，抛投时初始的摩擦力是一样的，但各自出现10米后，差别就出来了。1000型已经快到线杯的中间了，而2000S 线就离线杯口要近得多。对比下来，你就知道哪种线杯会让你抛得更远，对吧？厂商在设计标准线杯的时候，会同步设计一个带 S 的浅线杯，为的就是减小饵在抛投的后半程出现在线杯口的摩擦力，可以让饵抛得更远。这时候有兄弟会说了，我就买深线杯，只要我的线足够多，再深的线杯我都可以给它上满。这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饵重在3克之内，你的抛投距离超不过35米，你150米才能把线杯上满，里面的100米是一直用不到的。虽然里面的这部分线增加的重量并不多，但就像贴在身上的膏药，总感觉就是累赘。浅线杯可以让饵抛得更远，但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场景。比如说我们钓大鱼，就需要通过放线来防止断竿断线，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深的线杯，预留更多的线。博大鱼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选择合理的线杯容量，应该是这样的逻辑：饵重决定了抛投距离，加上预留空间就等于线杯的容线量。所以选择线杯型号，总结下来就一句话：抛投小克重的饵，选择带 S 的浅线杯；钓大鱼需要遛鱼，就需要考虑更深的线杯。请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你是多深的线杯，如果你想抛得更远，就一定要把线上到线杯的下斜口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速比，摇臂转1圈，绕线杯转6圈，这就是6速比。大致可以理解为，同样是摇1圈，速比越高，收线的速度也就更快。一般来说，7速比以上的轮子就会在数值后面加上 HG， 代表是高速比。5速比的轮子摇1圈，收线距离大概是 0.45 米，而8速比的轮子转1圈，收线长度大概是 0.75 米。那到底应该选高速比还是低速比呢？有兄弟会说，我就买高速比，如果要让饵慢一点，我就摇的速度慢一点。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，那你还没有明白速比最关键的作用。高速比除了控饵速度更快，最关键的是中鱼后回鱼的速度也会更快。比如你在结构区做钓桂鱼，摇口之后，你摇了3圈还没有把鱼给拔出结构区，很容易就会钻到石头缝里面，空留你在岸上捶胸顿足，这也太悲惨了吧。但是高速比并不全是优点，速比越高，你就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摇轮，就跟山地车的档位一样，挂低档可以让你骑得更快，但是更吃力；切换成高档位，你骑不快，但是上坡时可以让你更轻松。如果你钓的是大杆鱼、大翘嘴，你就应该选择速比相对更低的轮子。速比的选择总结下来就一句话：高速比收线快，但是需要大力气；低速比更省力，但是收线速度相对更慢。如果你钓的是桂鱼这种容易钻结构的鱼，你的速比最低不要少于8速比。如果你是钓大鱼，需要花时间去遛鱼，最高不要超过6速比。这时候又有兄弟会问了，我是在重障区做钓黑鱼，既要收线快，而且还要省力，能不能2个条件同时满足？方法当然有，就是加长摇臂，这样收线快而且还省力。但是摇臂加长，摇轮时重心有可能会失去平衡，这时你想到了双摇臂来平衡重心，结果轮子两边的重量不对等，轮子就会歪向一边。你为了平衡两边的重量，在对面加了一个平衡杆，你想想总共的重量被你加上去多少了？长摇臂不是什么好方法，尽量别搞。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了，轻量化。小饵频繁抛投就一定要用更轻的轮子，为了做得更轻，除了缩小线杯的直径，内部的零件也可以用更轻量化的材料。这样做虽然能降低轮子的重量，但齿轮的强度相对也会更低。如果用这种轻量化的轮子去做钓大体型的鱼，很容易就会对轮子造成损伤。对于轻量化的选择其实很简单，单手抛投小饵钓小鱼，选择带 C 的轻量化轮子；如果是双手抛投大范围搜索，就要选择
强度更高的标准轮子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是很容易让人迷糊的泄力值，泄力太小肯定不行，遇到大一点的鱼，你会和鱼无限拉锯。但是泄力并不是越大越好，有些便宜的轮子甚至可以把泄力给锁死。轮子的泄力是配合杆子来缓冲鱼的冲击力，比如说大杆鱼、大翘嘴，如果你的泄力太紧，比鱼的冲击力还要大，很大概率就会让你切线或者把钩子拉变形。相反，如果泄力不够，就会有倾杯的风险。倾杯之后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线被锁死。合理的泄力范围应该是这样的：泄力大于鱼的拉力，同时小于鱼的冲击力。关于泄力，不要认为泄力值越高就会有更多的调整空间，泄力过大反而会增加你误操作的风险。合理的泄力范围才是你最理想的选择。好了，关于轮子的选择就是这么多。价格更高的轮子，泄力更线性，做工更精致，但实际参数相同的情况下，更贵的轮子只能给你更高的质感，对做钓效果并没有明显帮助。了解了轮子不同参数的特点，来实际上手搭配一下。场景一，马口白条，桥洞下面的小翘嘴和轻烧，饵重在2克之内，抛投距离不会超过30米，选择轻量化浅线杯 C1000S 或者 C2000S 是最合理的选择。场景二，在水流里面做钓桂鱼，饵重大概是3.5克到7克之间，为了快速拔出结构区，就需要选择高速比，选择2500 SHG。一个小建议，在结构区做钓桂鱼，建议先将泄力锁死，等拉出结构区再考虑要不要遛鱼。场景三，大体型的杆鱼和大翘嘴，饵重在10克或者更重，需要相对的远投，就需要有更多的线杯容量，选择2500或者3000是最理想的选择。更多场景对应的参数搭配建议，我已经帮兄弟们都准备好了。关注我，私信纺车轮选择，我把这个文档发给你，把视频收藏起来，对照导图多看几遍，完全理解各项参数的特点，结合多个维度才能选择最适合你的轮子。如果兄弟们有不同观点或者还需要补充的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觉得这期视频有用，转发给身边玩钓的朋友，能让他少走弯路，少踩坑。其实像桂鱼和黑鱼这2种鱼用水滴轮会更适合。下一期会专门针对水滴轮的各项参数详细分析，看完之后会让你从炸线专业户变成河边最靓的仔。对后续内容感兴趣的兄弟，赶紧点关注，不要错过。感谢兄弟们点赞投币，投币越多更新越快。我是老鸟，下期见，拜拜。